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另一个总统故事，一位出生在铁锈地带，儿时差点被命运吞噬的穷总统。他没有出生在豪华别墅中，而是在钢铁厂旁、毒瘾和贫困交织的小镇上，靠着一位粗暴但是慈爱的外祖母一步一步爬出来的孩子。你能想象吗？这个孩子小时候体重超标，母亲吸毒，家庭混乱，几乎辍学。而今天他是美国的副总统，他就是 J.D. 万斯。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从钢铁废墟中挣扎爬起来的孩子，如何在美国制造业的断壁残垣中找到通往权力核心的道路。别走开，这段故事将带你真正理解什么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真正原因，什么是美国梦，什么是命运的不公，又什么是真正的逆袭。看到最后一定会令你对人生、对奋斗有深刻的颠覆性认识。从特朗普金光闪闪的赌场酒店开车向西北方向行驶约1000公里，有一个小城市，名字叫做米德尔顿，是位于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城市。那里有一家叫阿姆科的钢铁公司。阿姆科钢铁公司曾是美国钢铁工业支柱之一，而且还是全球领先的碳钢和不锈钢的生产商。阿姆科炼钢技术先进，是全世界最早使用电炉炼钢的钢铁工厂。由于阿姆科是美国其中最早允许工会参加谈判的大型钢铁公司，公司员工享有稳定的高薪工资、带薪假期、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工伤保障，甚至是住房贷款、子女奖学金等等。如此高福利使得钢铁工人无需大学学历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能轻轻松松地拥有房产和养育子女。这完全符合美国梦在工业时代的标准，那就是靠双手勤劳工作就可以换来尊严与美好的未来。由于工厂雇员众多，在米德尔顿市的教育、住房、医疗、购物等基本上都围着钢铁厂运转，而且钢铁公司还推动建设城市公园、运动场、各种休闲设施等公共设施，使米德尔顿市和钢铁厂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公司城的模式。1983年1月，由于外国进口钢铁的低价竞争，阿姆科钢铁公司宣布部分生产线停产，导致2200名工人失业。从此，公司和米德尔顿走向了衰落之路。1984年8月2日，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出生在米德尔顿。万斯的父母在他不到2岁的时候就分开了，他的亲生父亲在分手后就消失了。之后，万斯由母亲抚养，但由于母亲频繁更换男友和丈夫，家庭环境长期不稳定，万斯的母亲因常年服用止痛药而饱受药上瘾的困扰。之后甚至还染上了海洛因。由于生活环境非常不稳定，万斯在4岁时和姐姐一起搬进了外祖父母的家。万斯的外祖父母曾在阿姆科钢铁公司上班，一直干到了退休，有退休金和一些钢铁公司的员工福利股票，加上万斯祖母会在社区中帮邻居带小孩，做简单的缝纫工作和打零工，所以外祖父母能给万斯稳定的基本生活支持。同时，外祖父母给万斯无条件的关爱，给万斯的童年一个坚实的避风港。万斯出生的地方米德尔顿曾是美国制造业城市的代表。万斯的祖父靠在阿姆科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工作，就可以过上了体面的中产生活。到了万斯出生和成长的时候，美国钢铁业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了价格优势，走向下坡路，工厂开始裁员关停，曾经支撑社区的基础产业崩塌，当地提供的稳定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蓝领阶级的美国梦开始破碎。从万斯父母那一代开始，就没有了祖父母辈的那种就业保障，家庭成员频繁更换工作，经济压力加剧，家人的精神情绪很不稳定，家庭争吵甚至暴力时有发生。万斯经历了多个继父，母亲频繁更换伴侣。万斯面对母亲多个伴侣之间的短暂婚姻或同居关系，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缺乏安全感。家庭中的暴力、争吵和不断的搬家，让万斯的童年充满了混乱和焦虑。
万斯母亲在面对失落和生活压力时，逐渐走向了药物滥用，甚至有自杀倾向。万幸的是，万斯的祖母用慈爱的心一直关爱和保护着万斯的成长。4岁的万斯住进了外祖母在米德尔顿的家，他看到了祖母家对面的迈阿密公园，网球场上的球线颜色越来越淡了，这是制造业衰退之后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足导致的。万斯家附近到处都是废弃的仓库和工厂。米德尔顿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贫穷的工人阶级住在靠近阿姆科钢铁工厂的区域。万斯所住的区域并不是最贫穷的，但是邻居大多数是单亲家庭，富人区有大房子，还有维护良好的公园和写字楼。万斯说，如果你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的话，就大概率会住在那里。在制造业下降的背景下，经济开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新的服务业岗位如快餐、零售店店员等多为低薪、兼职、没有福利的工作。工人们开始从高薪的制造业转向低薪的服务业。为了帮助工人转型，当地社区开设了成人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如护理、电脑操作、秘书等。万斯的妈妈就是经过了培训成为了一名护士。但更多的工人难以适应现代经济转型，失业后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怨天尤人，喝酒消愁，逃避现实，甚至吸毒。很多人的家庭破裂了。制造业的衰落对万斯的童年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影响了他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影响了他成长的周边环境。万斯用吃东西来缓解对心理的不安和焦虑，成为了一个体重超标的胖子。万斯的亲生父亲唐纳德·鲍曼，应该是机缘巧合吧。万斯的亲生父亲的名字唐纳德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同样的名字。万斯的父亲曾参加越战，回国后深受战争创伤和战友离散的影响，出现抑郁、焦虑、易怒等症状。万斯父亲以大量喝酒来压制痛苦记忆，而且偶尔还滥用药物。万斯母亲在米德尔顿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最初，万斯的母亲因为长时间日夜轮班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压力，导致头疼，需要服用止痛片。后来，为了追求更强的药效，万斯的母亲开始盗窃和滥用强效处方止痛药，最终甚至迷上了吸毒。万斯父母在1983年结为夫妻，1984年8月2日迎来了万斯的出生。但是万斯父亲借助酒精和药物的自我麻醉，导致情绪和行为越来越不稳定，难以维系和谐家庭关系，更别说照顾小万斯了。而且同时，万斯的母亲在过度用药后会变得情绪失控，行为异常。这样的一对夫妻组合，家庭吵闹，暴力不断。在万斯快2岁时，万斯的父母最终分开。长大后的万斯这样形容他的父亲，既是施暴者，又是疏忽父亲。对于父母离异，万斯在自己的书中坦言，父母离异是我童年最难承受的痛。万斯的父亲在经历了酒精成瘾与家庭破碎后，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从而稳定了情绪。1988年重新组织了家庭，并在此后戒除了酒瘾。万斯父亲一直在著名的汉密尔顿机床公司担任机械师。汉密尔顿机床公司是美国机床工业的代表性企业，以生产高精度机床而享受盛名。1992年，由于制造业的外移和衰落，为制造业提供机床的汉密尔顿机床公司也未能摆脱冲击，最终难逃停止营业的命运。万斯的父亲在汉密尔顿机床公司倒闭后，自行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与挖掘公司，成为了独立的企业主。由于他为人聪明，头脑灵活，在宗教的帮助下戒除了酒瘾后，乐于助人，有良好的人缘，所以生意经营得很不错，并在之后的2006年获得了佛罗里达州的住宅承包商的执照，开始承建定制住宅。万斯父亲是当时为数不多能从制造业的衰落中成功转型的产业工人，但有人说，万斯日后的成功归功于他继承了父亲的聪明，
而且同时获得了上天的眷顾，给了天才的头脑。万斯却认为他的童年经历了愤怒、怨恨、孤独和被抛弃，学习成绩一度很差。如果没有慈爱的外祖父母的拯救，他的天赋可能就会白白浪费了。带大万斯的外祖父母没有读过高中，家族里几乎没有人上过大学。像万斯这样的小孩，幸运的话，最多也就是混到了不需要靠救济金度日的地步。但如果不幸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在万斯成长的米德尔顿，每年都有不少的人死于吸毒过量。万斯的童年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干扰和压力，无法专心学习，学习成绩很差。万斯的外祖父母来自肯塔基州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地区，那里的经济以煤炭业和农业为主。他们早期是因为阿姆科钢铁公司在那里招工而搬到米德尔顿的。外祖父母有着坚韧不拔、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美国传统乡村价值观。外祖母用粗暴而又坚定的方式保护万斯，逼迫他读书，管束他行为，让他不要学习那些混蛋那样过日子。万斯的青春期一度表现出愤世嫉俗、自我放任，学习成绩很差，几乎在高中时就辍学了。幸亏外祖父母帮他补习数学，妈妈鼓励他多阅读。外祖母认为，在制造业不能再提供稳定出路的新时代，教育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改变命运的方法。万斯成年后回忆中说，个人的努力在失败系统中依然有效，但他需要有超强的外部支持和自我意志力。制造业的衰落摧毁了万斯所在的社区的稳定，带来了难以逾越的贫穷和家庭破碎。但代表美国老一派价值观的万斯外祖母一直在用个人的力量维系着孙子的未来，加上万斯天生的倔强和超人的意志力，逐渐在衰败的米德尔顿社区中慢慢脱颖而出。2003年就读高中的万斯在考试中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在高中毕业前几个月，俄亥俄州立大学录取了万斯。万斯很开心地打开了一个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寄来的超大包裹，里面全是关于助学金的信息。万斯在这一大堆资料中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发现他读完大学后会欠下一大笔钱，而这一笔钱可是足以在家乡米德尔顿买一座很好的房子。正在为学费债务担忧之时，万斯采纳了表姐 Rachel 的参军建议，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刚到军队训练，万斯就会被教官大声地叫他死胖子。的确，万斯小的时候家里总是吵吵闹闹，关系很紧张，让他一度处于压抑的状态下。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他开始靠吃东西来缓解情绪，尤其是喜欢吃高热量的零食和垃圾食品。慢慢的，这种用吃来减压的习惯让他一直都是个胖子。新兵营里的生活纪律严格，每天准时早上5点钟起床跑步，一跑就是5公里。新兵营结束后，万斯的体重减少了46磅，差不多是21公斤。他靠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和严格的生活作息，把自己从一个胖少年变成了一个身心强壮的男子汉。新兵营是辛苦的，但万斯经常收到外祖母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外祖母和母亲对万斯的爱和鼓励。万斯把全部的家信都保留好，成为了他在艰苦奋斗、努力向上爬的精神支柱。老派的美国制造业公司不但要承担退休工人的终身医疗保险，甚至还要承担工人配偶的终身医疗保险。这些义务并非出自联邦法律强制，而是源自企业与工会的合同约定。这就是为什么老派的美国制造业无法与新派的国外廉价产品竞争的原因之一。在早期，万斯外祖父工作过的阿姆科钢铁公司一直为外祖母支付几乎所有的医疗保险费用，外祖母仅需承担极低的挂号费和处方药的自费份额。然而2007年改组后的阿姆科与工会重新谈判后，修改了退休工人的医疗福利计划，将部分的成本转嫁给退休员工。这个新的改变导致了万斯外祖母每个月要支付额外的$300医疗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300给体弱多病而且经济困难的外祖母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本来就是过着紧巴巴生活的贫穷家庭，哪来的额外$300啊？
万斯在军队服役期间，他每月的税后收入约为$1000，而且军队提供食宿，这让万斯有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另外，万斯也和特朗普一样，把手伸进了赌博业。万斯有一段时间沉迷晚上打扑克，竟然每个月能额外收入$400。万斯把其中的$300帮外祖母支付了额外增加的医疗保险费用，拯救了外祖母的生存危机。万斯曾赴伊拉克前线执行任务，他获得额外危险地区的津贴，每个月是$225，加上离家分离津贴，每个月$250。这两项合计每个月有$475的额外收入。万斯共在伊拉克服役了6个月，共计有$2850的额外收入。尽管在伊拉克服役危险重重，但这对万斯退伍后负担起上大学有莫大的帮助。就在同一时空的2007年，特朗普主持的学徒节目正在热播。特朗普单单在这个节目中的月收入为$127万，加上其他收入，2007年特朗普每个月的总收入约为$650万。万斯结束了4年的服役生涯后，念念不忘外祖母的教导，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阶级跳跃上升，摆脱贫困的泥潭，追寻一个更有尊严与希望的未来。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万斯获得了助学金，这使他能进入之前要大笔贷款才能进入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完成本科学习后，他考入了耶鲁法学院，这是美国最顶尖的法学院之一。在法学院期间，他也受益于前期服役带来的自律和社会经验，同时也受益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助学金支持。当然，这里面也有他在服兵役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的功劳。同时也需要他边打工边读书，吃苦耐劳，才能熬得毕业。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知识的重要法律，它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提供公立大学的学费的全额资助，还有每个月的生活津贴以及学习用品津贴。这就是为什么万斯选择了公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而耶鲁法学院属于私立大学。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只能提供部分资助，万斯自己还要从存款中拿出$2万的巨款来补上这个资助的差额。2013年，万斯终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书中多次提到，军队的经历和退伍军人的权利法案对他而言是改变人生的转折点。没有退伍军人的权利法案，他可能难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轨道，更无法实现从贫困家庭到社会精英的跨越。我们在这里通过回顾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的成长过程，感受和体会了一番命运女神的把戏。人的出生地点、家庭背景、所处的时代，这些都不是人可以选择的，却是这些决定了人生的起点。有些人似乎就是天命被命运女神眷顾，步步顺利，而有些人即使付出10倍努力，仍难以改变命运的寒凉。正如一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或者是落在贫瘠的沙漠里，两种地方所能结出来的果实就会有天渊之别。有些人尽管很努力，拼尽全力，也或许无法摆脱环境的束缚。万斯是幸运的，但大部分来自万斯家乡的孩子们就恐怕难以复制万斯的模式。万斯逆袭是一个多种幸运因素合力的结果。万斯有强大的家庭支持、国家帮助、名校教育、坚韧的意志等多种关键因素交汇下，他才能打破制造业外移以及衰退的铁锈地带的结构性枷锁。而大多数万斯同乡儿童由于缺乏一项或多项条件，难以完全复制这一漫长而幸运的成长方式。好了，关于穷总统、副总统的故事，今天就谈到这里。我是三三，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感想，欢迎留言讨论。制作不易，真诚不减，请关注我，继续和我一起了解大千世界。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